新加坡全额奖学金每年都有不少家庭盯着，但就在今年的采访报道上，我们发现这位全额奖学金得主完全不是大家想象中的神仙学霸。受访者化名 Jennifer， 来自国内4线普通家庭，就读普通中学，成绩稳定，但没有逢考必第一，没有国际学校背景，也没有一叠竞赛证书，却是最后的赢家。我们不难看出，这里面真正拉开差距的是另外几样东西：孩子能不能独立思考、稳定表达，在离开父母以后，还能不能把自己管住。最危险的申请者，常常不是成绩普通，而是空心人。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如果您对视频内容感兴趣，不妨点个订阅，感谢支持。我们先来把概念讲清楚。新加坡教育部面向国际学生的奖学金项目，本质上都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留学优惠，它不是学费打折，也不是分数够高就自然拿到，它更像一种前置选拔。新加坡愿意把教育资源给谁，愿意把哪些年轻人放进自己的体系里长期培养，这才是核心。它考验的从来不只是孩子会不会考试。过去这些年，新加坡教育一直在强调全人发展、自主学习、终身学习，不是单纯把孩子往刷题这条路上推。学校体系里很看重学术基础，也很看重表达、合作、责任感和持续成长。换句话说，成绩当然重要，而且必须过硬，但成绩只是门票，不是结论。家长最容易误判的一点是，以为竞争越来越激烈，选拔一定越来越看分。其实恰恰相反，竞争越激烈，评审越要分辨哪些孩子只是短期被推上来的，哪些孩子是真的有长期培养价值。一个孩子如果只能证明自己会做题，那他在一堆高分申请者里并不稀缺。真正稀缺的是分数够，表达稳，进到陌生环境还能持续往前走。下面这一段，我们就把这个筛选逻辑彻底拆开。如果把新加坡全额奖学金看成一次人才筛选，他真正想确认的不是这个孩子今天能考多少分，而是他未来几年能不能稳定成长。这里面通常有5层判断。第一层，学术基础，这个没有悬念，成绩必须够硬，因为进入体系以后，课程强度、同伴竞争都不低，跟不上就是现实问题。第二层，英语能力，很多家庭把英语理解成考试分数，但真正重要的是孩子能不能听懂课堂，参与讨论，懂得表达自己。第三层，思考能力，面试官很少满足于你做过什么，他们更在意的是你为什么做，你怎么判断，你碰到问题时怎么调整。第四层，自我管理，奖学金给的是资源，但这个孩子一旦没有父母催，没有老师盯，会不会立刻散掉？第五层，适应力，节奏变化、文化差异、人际关系，这些都会把一个孩子真实的稳定性放大出来。卷面可以训练，简历可以包装，但面试很难伪装。你问一个孩子，你做过的这个活动最难的部分是什么？他如果只会说收获很多，锻炼了自己，这种空话一出来，基本就暴露了。你再问，如果重来一次，你会改什么？他答不上来，说明他可能参与过，但没有真正思考过。评审最警惕的不是孩子普通，而是孩子看起来很亮眼，里面却是空的。所以，新加坡奖学金真正挑的，从来不是最会堆成绩的人，而是那个到了陌生系统里，依然能自己站稳、自己修正、继续成长的人。Jennifer 这个案例最值得看的一点，不是他拿到了奖学金，而是他打破了很多家长的误会。一个没有满强证书，也不是神童型的孩子，为什么反而更容易被相信？第一，他的学习节奏很稳，不是平时松散，考前猛冲，也不是完全靠外部压力撑着走。稳定本身就是一种能力，它说明这个孩子读书不是靠情绪，而是靠习惯，靠自我驱动。第二，他有真实而持续的兴趣，不是今天学这个，明天报那个，后天再补一个热门项目，让履历看起来很丰富。评审看到的不是你参加过多少，而是你在一件事上有没有持续投入，有没有进步，形成自己的判断。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他能把自己的经历讲明白，不是把稿子背熟，
而是真的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选，哪里做的不够，下一步想怎么改。这个能力一出来，评审就会知道这个孩子有没有自己的方向感了。很多履历华丽的申请者，问题恰恰相反，活动很多，证书很多，每一项都浅，每一项都碎，连不成一条主线。一问细节就虚，一问动机就空。相比之下，一个履历没那么花哨，但轨迹清楚，表达稳定，动机真实的孩子，可信度反而更高。Jennifer 赢的不是戏剧性的逆袭，而是一条持续上升，而且经得起追问的成长曲线。对奖学金评审来说，这种孩子风险更低，培养价值更高。如果家长现在最关心的是，到底该怎么帮孩子准备，这里有4个方向。第一，把英语从考试科目变成工作语言。新加坡学校真正考验的不只是做题，而是阅读、讨论、写作和表达。家里可以做得很具体，固定英文阅读，读完以后让孩子复述，不是只问答案，而是问他怎么看，为什么。第二，训练自我管理，不要把孩子养成被安排型优秀。你可以让他自己排1周计划，自己决定先做什么，后做什么，然后自己承担结果。一个从来没有管理过时间的人，到了陌生环境很容易失速。第三，兴趣不要贪多，要找主线。与其报很多项目，每个都浅，不如在1、2个方向上持续积累。因为评审要看的不是热闹，而是沉淀，是你有没有长期投入过一件事。第四，观察独立潜质。孩子遇到问题时，是先等人救，还是会先想办法？生活小事能不能自己处理？被否定以后，能否慢慢调整？这些都比临时拿来的证书更接近真实能力。尤其在新加坡这样的环境里，节奏快，要求清楚，生活也很讲秩序。学校不会围着一个孩子转，真正能走得稳的，通常不是被照顾得最周到的，而是那个逐渐学会自己站起来的人。家长最适合做的，不是替孩子设计一份漂亮履历，而是在1到3年的时间里，帮他训练出那些临时补不出来的能力。新加坡全额奖学金最后选中的，不是一份漂亮材料，而是一个经得起追问、经得起陌生环境，也经得起时间的人。奖学金当然重要，它能减轻教育成本，也能打开更好的路径，但它更像一面镜子，让家长提早看见自己到底在培养一个会考试的孩子，还是一个能独立成长的人。别急着把简历做满，先看看孩子的表达是不是清楚，习惯是不是稳定，兴趣是不是真实，遇到问题能不能自己站住。如果你愿意，我下一期可以继续讲家长怎么从日常细节判断孩子到底适不适合独立留学。觉得这期有价值，欢迎订阅频道，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家孩子现在最需要补的不是分数，而是哪一种能力。